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到日本的宇治市，这座小城虽然不如京都热闹，但正因为它的古朴和宁静，让人感觉格外的舒适。今天我们会游览宇治的经典景点，从世界遗产平等院开始，沿着宇治川走访宇治神社、宇治上神社，再到新胜寺，最后再去体验这里的抹茶文化，感受这个小城独特的魅力。如果你喜欢这类视频，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开启更多精彩旅程。我们的第一站是宇治的地标平等院，这是一座拥有近千年历史的佛教寺院，以其精美的建筑、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净土思想的诠释著称。境内有多处日本国宝及世界文化遗产，包括凤凰堂、阿弥陀如来坐像、平等院中等。平等院内最为人熟知的建筑就是凤凰堂了。这座建筑建于平安时代，是平等院的核心和象征建筑。原本是平安时期贵族藤原赖通的别墅，后来改为佛堂。整个建筑形如展翅的凤凰，呈现出一种庄重而优雅的美。位于凤凰堂正前方的阿字池，更是将凤凰堂的倒影映衬得美轮美奂，使凤凰堂宛如漂浮在水面之上，营造出一种空灵的感觉。它的独特的造型和精致的装饰吸引了大量游客。堂内供奉的是镰仓时期的阿弥陀如来像，雕刻精细，让人仿佛穿越到了古代。请注意，堂内的参观需要另行买票，我们去的时候是360日币。平等院中也是日本国宝，以其宏大的钟声和精美的雕刻而闻名。钟声上栩栩如生刻着狮子、凤凰和龙。应仁之乱时，平等院的大部分建筑都被烧毁，凤凰堂和钟楼是仅剩的幸运之地。凤翔馆是平等院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国宝级的文物。凤翔馆内无法拍照，藏品包括坟中11面观音菩萨立像、成对的凤凰，这对凤凰据说就是平等院凤凰堂屋顶上那一对凤凰的原件，强烈推荐一去。凤凰堂门票也需另付300日币。观音堂虽然比凤凰堂小巧，却充满了宁静的禅意，是平等院另一处不容错过的国宝建筑。观音堂前的藤棚每年春天会开满紫藤，成为醉人的拍照打卡地。善之枝是平等院内的一片草坪，得名于其扇形的布局。这里也是平等院创始人之一藤原赖通的后裔藤原赖政兵败自尽的地方。藤原赖政是著名的武将，他的墓现如今还在平等院的不动堂。游完平等院出来，走路不过5分钟就会来到宇治川。河岸两侧的石阶小道、古朴的茶屋和清幽的神社，都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放慢脚步，享受这片刻的安宁。这里少了喧嚣的人潮，多了几分朴素的禅意，仿佛走进了一幅平静的画卷，让人心静如水般澄澈。宇治川上的宇治桥是日本最古老的桥之一，距今已有快1400年了。值得一提的是，宇治川上有好几座桥，宇治桥是远远的那一座。跨过朝雾桥到对岸就是宇治神社，供奉的是应神天皇的次子兔道治郎子命。据说他非常机敏聪慧，所以这个神社保佑学业。又传说他曾受过神兔的帮助，所以这里的御守会马全是兔子，而且兔子多产，于是这个神社就还保佑妇女顺产。宇治神社出来往上再走5分钟就是宇治上神社，很多人都会搞混宇治神社和宇治上神社。宇治上神社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建于平安时代晚期，供奉的是应神天皇及其皇子。这里中间的是应神天皇，右边是他的长子仁德天皇，左边是次子兔道治郎子命，就是下面宇治神社里供奉的那位。该神社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其保留的古老建筑风格和宁静氛围而闻名，他的拜殿和本殿都是国宝。关于他的2个儿子有这么一个传说，据说古时的日本认为继承人越年轻，国家越繁荣，而次子又自小聪慧，因此应神天皇就想传位给次子，但是他自己却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认为就应该长子继位，因此在应神天皇身后，
他与兄长互让，导致皇位悬空3年。最后他以自尽来让兄长继位，兄长于是建了宇治神社来供奉自己弟弟的灵魂。这在众多血腥夺嫡的故事里可谓算是一股清流。宇治神社边上走路15分钟的距离是兴盛寺，这个寺庙相对冷门，目前也没有被指定为日本的国宝或世界文化遗产。不过寺院内却充满禅意，尤其是寺内的参道琴板，两侧种满枫树和樱花，春秋时节景色宜人，是个感受四季变化的好地方。如果你时间宽裕，精力充沛，推荐一去，否则省略也可。如果你对日本文化非常的感兴趣，十分喜爱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比如《源氏物语》，那这里还有一个《源氏物语》博物馆，推荐一去。《源氏物语》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它最后10卷中的故事重要背景就是宇治市。宇治也是日本抹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宇治比较著名的2家抹茶店是中村藤吉和伊藤久右卫门，都是100年老店，当然等位也动辄1个小时以上。如果不想等太久，平等院表参道的2旁林立着许多的抹茶专卖店、甜品屋。宇治抹茶被认为日本最佳，抹茶香味醇厚，口感细腻，无论是抹茶冰淇淋、抹茶蛋糕，还是亲自制作一碗抹茶，都是不可错过的体验。最后来总结一些注意事项，首先还是要穿舒适的鞋子。从宇治车站出来后，所有的景点全部靠走，虽然景点之间距离都不远，然而全部游览下来也走了10多公里，舒适的鞋子能让你轻松享受一天的行程。第二是平等院里的有些景点不包含在门票中，需要另付，比如凤凰堂内殿需360日币，凤翔馆需300日币。另外，凤凰堂内殿的讲解员只会日语讲解，但门票上有介绍及多种语言的翻译版本，建议提前阅读。第三，宇治川上有好几座桥，古老的宇治桥是靠近 JR 站和源氏物语博物馆的那一片，不是靠近平等院和宇治神社的那2座，不要像我们一样弄错了。第四是日本很多的景点都是下午4、5点左右关门，宇治表参道上的大部分抹茶甜品店也是那个时候关门，所以游览的时候请注意时间。今天的宇治1日游攻略到这里就结束了，从古老的平等院到宁静的兴盛寺，宇治的每一处都带给人安静与舒适的体验。如果你来日本，别忘了在京都之外来这里寻找一片宁静的天地。感谢大家的观看，请记得点赞、订阅、转发并开启小铃铛。那么我们下期见吧，拜拜。